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白玉兰红毯，肖战性张力拉满，杨幂腰臀比逆天，吴越端庄，孙俪全场最佳。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即将来袭，相信观众跟我一样都紧张的不行，也好奇最终大奖会花落谁家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有提名晚宴率先举办，不一定非得是第、事后等未来的获奖者们可以参加，只要入围白玉兰的明星都可以亮相现场。毕竟提名即肯定，每一位能够进入入围名单的演员都是好样的，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才最热闹，红毯更是星光云集，让人移不开眼。下面就来看看这一夜谁的状态最好。01肖战，从流量转型到正剧，肖战真是给观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这次凭借《藏海传》提名白玉兰最佳男主角，无论获不获奖，肖战的演技都已经得到大众的认可。同时，这张脸跟实力也非常成正比。红毯上，他身穿经典灰色系西服套装，佩戴宝狮龙珠宝胸针，成熟又不显老气，有一种贵族公子的气质。五官也是相当周正，气质挺拔，将年轻演员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都说红气养人，可在我看来，演员的底气还是来自于作品和成绩。这2年肖战在各大剧作中表现越来越好，整个人都更加自信了。这次站在国产剧3大奖项之一的白玉兰提名晚宴现场，肖战的表情也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然和坦荡。其实34岁的年纪，恰恰是一个演员的开始，想必接下来肖战会带给观众更多的爆款作品，总有一天可以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。02胡歌，同样是提名最佳男主角，胡歌也是本届白玉兰视帝呼声极高的一位演员。他在生命树中的表现的确让人难忘，打破了以往的角色类型，也演出了巡山队队长多杰的信仰。但在晚宴上，他却表示，说实话，在提名之前我觉得自己演得挺好，提名之后就觉得自己演得不够好，可能是见贤思齐吧，看到了很多高手，看到了差距。这一番话说得太圈粉了，彰显出胡歌的谦虚和自省。但我想这也是因为他获得过2次白玉兰视帝的奖杯，对此没有太大的执念，所以才能如此清醒。现在的胡歌也是越来越有演技大咖的风范了，特别沉着稳重，清瘦的体型也让他看起来儒雅随和，而且衣服上的亮片设计也是点睛之笔，让黑色西装不那么死板无趣。同时，站在胡歌身边的杨紫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，让人一下子梦回追生命树的时期。03杨紫，这次杨紫的造型跟出席各大时尚红毯也不一样，身穿藏青色无袖挂脖长裙，搭配简约盘发和珍珠配饰，更显端庄优雅，看着更有正剧女主的气质了。就是这个露肩设计，显得肩膀有点壮实，没有穿高跟鞋，衣服长度又太长，也容易压身高。好在这张脸状态不错，脸部软组织饱满，线条是往上走的。看样子这段时间杨紫皮肤保养得不错啊，白里透红的。而且在流量小花中，杨紫的演技本来就是名列前茅的存在。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入围白玉兰，而是第3年角逐视后的奖项。这次也是杨紫距离奖杯最近的一次，因为生命树中她的演技确实撑住了，跟胡歌的对手戏有来有往，精彩纷呈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事后竞争太激烈，都是比杨紫年纪大的实力派女演员，恐怕又要陪跑了。但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杨紫也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证明自己。04杨幂，同样是流量女演员，杨紫这次居然也入围白玉兰了，看来生万物对她的加持还是相当大的。
虽然大家都明白杨幂想要拿下奖项有点费劲儿，但能入围就代表她的转型是成功了。所以这次颁奖晚宴，杨幂自然要来了，还打扮得特别华丽。这件黑丝绒长裙上面点缀着大片的不规则贝母钻，搭配红唇与高盘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已经获奖了。不过这个场合中，杨幂其实挺低调的，还主动去扶孙俪和杨紫，完全没有想象中女明星勾心斗角的感觉。毕竟杨幂也出道这么多年了，知道什么场合该干什么事情，连 C 位都不抢了，乖乖让吴越站在中间。别看不是热门夺奖人选，可杨幂这次也是狠狠为自己争了一口气。05吴越，提起吴越，观众就忍不住想起她之前获得白玉兰视后时的场面，而今年她的获奖概率也是相当大。但她好像挺佛系的，红毯造型还是熟悉的黑色系礼服，短发的发型也没有太多设计空间，属于适合她本人却不够惊艳的类型。不过吴越的气质是真的好，端庄大方，风韵犹存，给人一种国泰民安的美感。而且很少见到在这种场合，女明星妆容感这么清淡。对脸镜头中吴越脸上的斑点都清晰可见，更别提眼角的皱纹了。看来她还是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年龄，又有实际傍身，真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06孙俪，自从孙俪跟化妆师金鹤龙合作后，这美商就像是开窍了一般，每次出席活动都美得观众一大跳。金鹤龙也很懂孙俪的特点，不会用浓艳的妆容掩盖她本身五官的优点，底妆清透水润，看起来皮肤特别有光泽感，整个人都年轻了许多。而且她选择的裙子也很符合自己的气质，米白色珠绣礼服素雅得体，款式其实挺简约，可在一群黑色系穿搭中又显得格外抢眼。最关键的是孙俪气质太温婉了，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，却没有成为减分项，反而让她看着更有韵味了。而相比于颜值，孙俪更厉害的还是演技，这次凭借《蛮好的人生》入围白玉兰，很有可能会三封视后，期待她的偿所愿的时刻吧。很可惜在提名晚宴中没有看到于和伟的身影，也是5位视帝候选人中唯一未到场的演员。要知道他可是观众心中最有希望获得视帝的人选，这次缺席活动也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。其实不参加提名晚宴也说明不了什么，还是要看正式颁奖的结果。只要是真正有实力的演员，一定能够获得奖项的认可。不知道你觉得谁最有资格获奖呢？